蒙面财经，朋友们好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昨天突破了100啊，这个在金融史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之前有一期节目讲过，就是说这个股市剧烈动荡以后啊，很快就会轮到这个外汇市场的大波动啊。大家看一看这些货币啊，这几天的这个走势啊，非常的剧烈啊。你先看一下这个，比如加元啊、英镑啊、澳元啊、新西兰元啊、挪威克朗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每天的贬值幅度都是1%啊、2%，甚至有的是4%啊。你看这个澳元都创了这个历史的这个新低了，创了这个08年的这个新低了啊。这个大家知道，这可是货币的这个幅度啊，这不是股票是吧？每天涨个跌个3%、4%啊，这个货币的跌幅一天如果有3%、4%，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这些货币呢，其实还算是信用相对不错的货币。你如果再看一下一些2、3流国家的货币，比如说这个墨西哥的货币啊，这个俄罗斯的卢布啊，土耳其的里拉呀，或者是韩国的货币啊，那基本就跌的是稀里哗啦的啊。好了，这个简单看完最近这些货币的一个走势啊，我相信大家能感觉到他们对美元的这种巨大的这种跌幅啊。现在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美元指数。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其实它是个相对的概念，就是透过构成它的一揽子货币啊，来反映美元的一个相对强弱。比如说美元指数涨，那它背后的意思就是相对一揽子的货币在走强啊。如果美元指数跌呢，它背后意思就是相对一揽子货币在走弱。那这一揽子货币都有哪些呢？构成比例又是咋样的呢？大家先看一下这张图哈。其实美元指数呢是由这6种货币构成的啊。这6种货币呢其实都是非常强悍的货币啊。它本身的信用其实非常好啊，所以可以说美国选了信用非常强的6个货币作为它的对手方。那大家看一下这6个货币是哪6种货币啊？它是欧元、日元、英镑、加元、瑞典克朗、瑞士法郎都是赫有名的、鼎鼎有名的这些货币，对吧？那大家可以看到欧元的占比最高占到57.6%其次是日元13.6%然后是这个英镑11.9%，然后是加元9.1%剩下还有2个这个小的比例的这个货币。那这个前4种也就是欧元、日元、英镑和加元构成了美元权重的92.2%也就是基本这4种货币相对美元的强弱，就决定了美元指数的强弱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就是这个加元和英镑相对美元现在已经非常弱每天都在剧烈的这种贬值。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欧元和日元这个欧元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强势的这个跌幅没有就是英镑和这个加元那么厉害然后再看日元呢一直因为在大家心里嘛有一种避险货币的这种属性所以相对这个美元的这种贬值也不是很明显。那最后呢看完了这个构成美元的这6种货币呢最后我再说一下这个人民币这个人民币呢非常坚挺现在看上去其实背后呢它是有原因的其中一部分原因呢是管制的原因，就是它不是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上面讲的那些货币呢都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坚挺的第2个原因呢，就是中国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可以维持人民币币值的坚挺也就是卖掉美元买入人民币强行撑住人民币除非这个外汇储备这个消耗的枯竭消耗殆尽。当然外汇储备中有多少资金是可以用的其实并不是就是账面上显示的3.1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都可以用这对外界其实是个谜只有中国政府的这个自己的货币当局他自己最清楚。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15年就是中国股市发生股灾的时候当时人民币的这个汇率从这个6.2迅速的贬值到这个7.0附近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从这个4.1万亿美金这个迅速的掉到这个3.1万亿流失了将近1万亿美金的这个外汇储备，然后才将这个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这个7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在这个美元指数突破100的情况下，这个人民币这个汇率的这个走势我觉得这个人民币汇率的维持和维稳可能是难度是相当大的。那好了，这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了外汇市场的一些情况也讲了也给大家讲了什么是美元指数最后我们就说说这个美元指数突破100的这个真正含义。那一方面呢，这个美元作为这个全球储备货币每当这个危机时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兑换美元去避险美元其实有一个避险属性。那这个本身呢就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大家知道不管是这个物价也好资产价格也好或者是一种货币的价格也好其实都是本质上它还是由供需决定的就是对它的需求增加的时候那自然它这种
这种物价也好啊，资产也好啊，或者这种货币也好啊，它就水涨船高。那当这个美元作为避险货币，大家都去追逐它的时候呢，那它自然就有这个升值的这种潜力和升值的这种趋势。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危机时期金融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各种资产价格纷纷下跌。那由于很多的资产不管你是股票或者是债券或者是金融衍生品在上涨的时候呢，都有杠杆因素的这种助力在平时这个资产价格平稳时呢，那各类的这种市场主体对美元的需求也比较稳定但一旦这个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时这个杠杆的平仓压力就来了，那补充保证金的需求就特别强烈那这个时候不管你是卖掉资产去获取流动性也好或者是你从银行机构或者从哪儿去借钱保持这种不被平仓也好大家都想获取这种流动性，都想获取现金都想现金为王。那这个时候对美元的需求又上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会促成这个美元的这个上涨。所谓危机时候所谓现金为王，其实真正的现金指的是全球储备货币也就是指的是美元的现金为王。所以你会看到大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什么白银黄金比特币或者国债它都扛不住几乎所有资产价格都在下跌所有货币相对美元都在贬值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美元指数突破100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现象那第三点呢，这个美元指数突破100可能也就意味着目前的这个降息和 QE 的这个效果并不好或者说这个宽松的剂量不够。与当时这个2008年相比较当时美联储从2006年年中开始多次下调这个基准利率，从这个 5.25% 一路下调到这个 0.25%就是降了500个基点。而这次降息呢，就是通过前几年的这个9次的这个加息进程它一共积累了这个225个基点的这个降息空间也就是有这么这个225个基点的空间，这个弹药可以打。那19年降了75个基点这次降了这个150个基点总共也就是225个基点，就是不到上次弹药的一半这是从降息空间上来看就是不到08年时候当时那个子弹的这个弹药空间的一半。那第二点呢，就是从这个量化宽松的角度，当时2008年 QE 做这个第一轮，就是量化宽松第一轮的时候，美联储购买了这个 1.7 万亿的这个美元的资产主要是国债，还有一些这个资产支持证券。那这次量化宽松呢，就购买的这个剂量就不够就只有7000亿相比较2008年的这个量化宽松当时有比较大的这种差距这是这个刚才讲了这个美元指数突破100的这个3个真正的含义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美元指数突破100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就历史上美元有过2次大牛市一次是在这个1980年代的这个当时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时候叠加当时美联储主席这个保罗沃尔克持续加息，是为了对抗这个美国的大通胀导致了这个非常非常强势的一个美元的走势美元指数最高达到160第二次呢，就是在这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元指数呢最高涨到了这个120那这个朋友们肯定要问说这次美元指数会走到多高，对吧？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美元的这个含金量会到什么程度，对吧？那让我们就是接下来拭目以待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欢迎支持转发订阅谢谢大家。